我係 Micky，但唔少人都中意啦，住翻近啲啦，翻工嘅地方㗎，咁希望可以慳翻啲搭車時間啊嘛。咁所以今集我哋就嚟到上環，咁睇下喺呢度啦有啲乜嘢嘅租盤選擇。咁當然啦，如果唔係喺附近翻工嘅朋友啦，都可以入嚟睇下、了解一下嘅。咁我哋會參觀兩個嘅租盤，一個咧就喺大型屋苑入邊，另一個雖然就係喺單幢樓啊，咁但係樓齡都係20幾年嘅啫。咁睇完之後，大家都喺下邊留言講下睇法，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。仲未subscribe嘅朋友就快啲訂閱我哋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。上環係本港傳統商業區之一，商廈林立。不過相對鄰近嘅中區核心商業區就更加多咗一份社會生活氣息。唔單止物業種類比較多元化，由唐樓去到新型屋苑都有，亦都有唔少嘅民生鋪頭、商場、特色咖啡店同埋酒吧等等。加上生活指數比起中環低，都吸引到唔少喺附近返工嘅人喺呢一度住。另一方面，上環都坐擁住名校網，小學納入11校網，中學就屬於中西區，又鄰近香港大學，所以都備受家庭客同埋學生歡迎。變相喺上環，無論係買賣盤抑或係租盤都非常之搶手。我哋今次揾租盤嚟拍啦，都唔容易㗎。疫情通關之後啦，亦都好多高才通嘅客人啊，佢哋帶埋屋企人嚟香港租樓啦，亦都外國嘅客人啊，都陸續翻嚟香港做嘢咯，所以個租盤都比較緊張。通常客都會中意大型屋苑啦，好似即係大後華庭咁樣啦，即係有盤出都會好快租出咯。咁如果一啲唐樓咧，特色單位啊，有平台啊或者天台咧，咁就會吸引一啲外籍客人咯。咁如果洋樓咁就基本上裏面有裝修嘅，其實都好快租得出咯。租金嗰度就升咗大概10% 度啦。好似我哋第一個參觀嘅屋苑帝後華庭咁樣，咁代理就話成個屋苑1100幾房，而家就只係得大概2個至到3個嘅單位放緊租。帝後華庭由長實、新世界同埋市建局合作發展，係皇后街重建項目嘅住宅部分嚟㗎。2003年落成入伙，樓齡大21年。咁雖然只係有1000幾伙啊，咁但係去到而家都仍然係區入面最具規模嘅私人屋苑。帝後華庭由3座物業組成，不過佢哋係俾皇后街分隔開㗎，咁靠住中間連接嘅有蓋行人天橋相應，咁兩邊嘅開則同埋戶型上面都會有少少唔同。坐落喺皇后街以西嘅係第一座同埋第二座，提供使用面積322尺至到539尺嘅1房至到3房單位。咁至於第三座就喺對面街，呢座比較特別㗎，3至到23樓清一色係2房戶，去到25樓或者以上，部分單位就會改咗做3房套。咁整體使用面積就由478尺至到634尺不等。不過就算分開咗3座，咁佢哋嘅景觀都係大致相同㗎。咁絕大部分中低層嘅單位都係會以附近嘅樓景為主，要去到至少30樓或者以上先可以享有比較好嘅景觀。咁例如部分向西北或者東北嘅單位就有機會遠眺到維港海景啦，而當中就以第3座比較開揚。我哋參觀嘅租盤就正係第3座一個望到海景嘅中高層單位。呢座1層有8伙，共用3部電梯，咁同第1、2座1層10伙4部電梯係唔同㗎。我哋睇嘅係 H 室，售面積617尺，咁屬於3房套間隔。業主而家叫租35000蚊，圍上嚟尺租大概係56個7。咁其實業主都係啱啱先放租嘅啫，都仲喺度住緊，未清走晒啲嘢。不過佢就話可以隨時搬走。我哋由玄關開始睇先啦，會有一條走廊，但就擺唔到鞋櫃嘅。咁主要都係遷就翻廚房嘅擺位。呢個廚房咧就唔係咁規則㗎，咁只係可以咧做到1字形嘅工作台面。不過咧正就係因為佢唔夠規則啦，咁變相咧佢呢度咧就可以攞多啲位啊，咁就擺到唔少嘅嘢喺度。備餐空間就尚算充足，咁至於收納方面都唔差，咁上下都有櫥櫃儲物。咁其實業主都住咗喺度大約10年㗎啦，咁整體仍然保養得唔錯，洗衣機、雪櫃等家電都會留翻俾租客。最出嚟咧就係一個長直型嘅客飯廳啦，咁見到其實佢兩邊咧都有做櫃喺度啦，咁但係就算做咗之後咧，擺埋張飯台喺度，都仍然咧有唔少嘅走動空間。一邊就可以擺鞋，另一個就擺下雜物咁樣。唔夠嘅話，電視牆嗰邊都仲有櫃可以儲物。單位有裝修，設計時尚簡約，咁整體以木色為主，都住得幾新淨㗎。業主就話餐台、餐凳、梳化同埋電視都會留低。加上本身就做咗唔少入場家私啊，換言之，其實租客只係帶幾件行李入嚟，簡單打水下就可以住㗎啦。
單位咧就係向西北㗎，咁因為位處中高層啦，咁所以望出去都可以喺啲樓罅之間啦望到啲海景。咁雖然前邊都有啲樓，但係感覺唔壓迫，採光亦都唔差。拍攝嗰陣時咧，業主就同時打開咗客廳窗同埋飯廳窗啊，咁對流效果唔錯。3間房同埋浴室咧都係傳統沿住走廊入㗎，咁行到入嚟咧會見到呢度有個走廊櫃喺度，咁其實咧佢就係偷咗少少浴室位嚟去做嘅。亦即係原先浴缸嘅部分，而家就轉咗做企缸，咁但係都冇話細咗好多嘅。咁我都幾中意呢一個設計㗎。咁浴室入面可以同時收埋洗衫籃等嘅用品，唔使擺晒啲嘢出嚟撳晒位。呢度有窗通風，係名次嚟㗎，面積中等，唔算逼狹。咁業主就冇做到鏡櫃，反而係喺鏡嘅旁邊做咗一個倒頂櫃，咁加埋洗面盤下面嘅櫃啦，置物空間都充足。不過塊鏡呢就有啲氧化啦。浴室對面間房而家係雜物房，都夠位擺有張床喺度，亦都有衣櫃。不過就要留意啦，呢間房嘅門同埋部分牆身就改咗做玻璃設計。如果當做睡房咁用咧，就要加翻堂窗簾啦。有到嚟細房呢度咧都唔細㗎，咁佢上下咧都做咗床啦，另外呢度仲有張書台喺度。咁因為咧其實呢度係做咗櫃間牆啦，咁所以就增加咗咧呢度嘅空間。睡床都係訂做，咁相對上就比較適合家庭或者學生租客。最後我哋睇埋間主人套房啦，見到咧都幾大下㗎。咁雖然呢邊咧已經預留咗粒位可以擺到衣櫃啦，咁但係見到業主咧喺呢邊都做咗一個地台床喺度，咁可以進一步增加嗰個收納空間。咁而家張雙人床咧就係靠窗台嗰邊擺㗎，咁見到咧中間都仍然可以擺到張咧幾大嘅梳妝台喺度。房間以淺綠色為主調，咁相對客飯廳會有比較明顯嘅使用痕跡。啱啱就睇得唔係好清楚啦，咁其實3間房都係同客廳同向，咁同樣可以望到瘌海景。咁套廁就改成咗玻璃間隔，不過就保留翻浴缸嘅設計。咁套廁同樣唔細啊，亦都有窗通風，咁只係收納嘅位置冇客廁咁多，而鏡亦都細啲。單位嘅業主喺2014年以大約930萬買入，如果成功以35000蚊租出嘅話，喺未扣除管理費之前，租金回報率有大概4.5厘，咁高過大市嘅水平。其實業主嘅叫租都貼近住市價㗎，咁參考我哋28House 嘅網站，近期嘅租務成交記錄，帝后華庭嘅尺租介乎喺大概49至到60蚊之間，咁租盤嘅叫租都喺範圍之內，而且睇到同類型單位對上一宗租務成交已經係喺舊年㗎啦，亦都反映屋苑嘅3房套租盤缺乏，咁加上內籠有裝修啦，業主嘅呢一口叫價都有吸引力。一房就18000蚊，2房就大概2萬至25000啦，即係有分細嘅2房同大嘅2房。咁3房咧就有一個廁所同2個廁所嘅，就28000至35000咯，都成到㗎，價錢都比較即係經濟咯，喺呢一區嚟，因為就算洋樓咧，都2房都要大概18000至2萬，所以啲客人寧願選擇屋苑式咯。咁除咗租盤少，帝后華庭嘅放盤亦都唔多，業主普遍都係比較惜售。咁代理就話，而家有大約40個嘅放盤，咁但係大部分都係年租約，咁叫價就由690萬去到1600萬不等。咁雖然帝后華庭屬於大型屋苑，咁但係都要留意啦，係不設會所㗎，咁只係提供平台花園嘅休憩地方同埋兒童遊樂場。不過亦都正正因為咁樣啦，管理費會平啲，每尺大概係2個7毫3。另外佢都設有停車場㗎，車位由業主持有，月租由5500蚊至到6000蚊不等，買賣價就大概300萬起步。不過就算唔揸車啦，呢度出入都好方便㗎。正門對出已經有巴士站，咁行去皇后大道西同埋德輔道西一帶，會有更加多嘅巴士同小巴路線，亦都可以揀搭電車。如果想搭港鐵嘅話，由屋苑行去西營盤站同埋上環站，亦都只係5分鐘同埋7分鐘嘅路程。至於買嘢同食嘢方面，亦都唔使愁。基座設有少量嘅商鋪同埋皇后街熟食市場，附近亦都有唔少嘅食肆、民生鋪頭同埋商場。而行大約3分鐘就會去到上環街市同埋熟食中心，可以買到鮮活食材。上環作為早期發展嘅市區，唔少新型嘅住宅都係由舊樓重建而成。不過要好似帝后華庭咁樣咁具規模就非常之少啦，甚至有好多都係單幢物業。好似我哋參觀第2個租盤所在嘅達龍名居就係咁樣啦。只係提供66房，清一色2房戶，整體實用面積就由462尺至到488尺不等。
達龍名居嘅發展商係泰瑞發展，2002年入伙，樓齡大約22年。佢係位於江樂道西，比起帝后華庭遠離民生商鋪同埋食肆集中嘅地方。不過要行翻過去都唔遠㗎。相對上大廈就近海一啲啦。所以部分中高層嘅單位係可以望穿前邊警署同埋電力站等嘅建築物，見到非常開揚嘅海景㗎。可惜我哋今日睇嘅租盤呢，就係為主低層。不過因為佢嘅基座都設有商鋪、2層寫字樓單位同埋會所，所以就算係低層單位啦，都可以高過前邊嘅江樂道西天橋。會所設喺3樓，提供少量設施，好似健身室同埋康樂室等等。有會所啦，伙數又少，自然管理費都相對貴啲，每尺要大概3個8。住宅樓層就由5樓開始，呢度1層只有3伙，共用2部電梯。租盤就嚟自 B 室，售面積483尺，業主同樣都係啱啱先放租嘅啫。而家嘅叫租就係23,000蚊，尺租大概係47個6。你入到嚟有一個長直型嘅客飯廳啦，因為係冇玄關位啊，所以變相鞋櫃就大概擺喺呢一個位置，咁飯台就可以擺喺前邊嘅呢一個空間。呢度所有嘅單位都有露台㗎，為咗遷就佢嘅門口位，業主就將電視機牆設置咗喺客廳嘅盡頭，所以 sofa 就要喺客飯廳中間橫放啦。業主就冇留低到 sofa 同埋飯台等家私喺度，租客都需要自己買入嚟㗎。不過佢本身都做咗唔少嘅入牆家私，好似客廳兩邊牆身都有櫃咁樣，可以收納到唔少嘢。單位都有簡潔嘅裝修，雖然未至於好時尚啊，但係整體感覺都舒服。單位向東北，對住江樂道西天橋，不過竟然可以喺樓罅之間望到少量嘅海景，都有啲驚喜啊！不過始終呢度係對住主要嘅馬路啦，大家其實而家都可以聽到啦，大概嗰個聲音環境係點樣㗎啦。所以變相其實當你打開咗露台門或者窗嘅時候都係會有啲噪音。露台唔係好大，不過就勝在四四正正，都幾好擺嘢。見到呢柱喺大廈佈局上係凹咗入去㗎，所以就算出邊好太陽啦，都唔係好直接照到入嚟，都有好有唔好嘅，視乎個人喜好。其實見到成個單位都係比較實用㗎，冇咩走廊位，咁睡房就分佈咗喺客飯廳嘅左右兩邊。咁我哋先睇睇同客廳同向嘅呢一間房啦。咁而家就做咗主人房。都訂做晒家私㗎，門後邊係衣櫃，轉角牆嗰邊就擺床，中間就以書台嚟連接，設計都有啲心思。間房唔算細，亦都冇窗台，都幾實用。而且擺完呢啲家私之後都仲有走動空間。另外一間睡房同埋廚房浴室就喺客飯廳嘅另一邊，以一條小走廊貫穿。我哋先睇埋間睡房啦。呢一間就做咗單人房，同樣訂做咗家私。其實呢間睡房同啱啱睇嘅嗰一間面積係差唔多㗎。不過因為係單人房嘅佈局，加上利用埋窗台嚟做書台啦，所以感覺會大啲。呢間房就扭咗向南，望出去就會係以樓景為主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再行近少少嘅話係可以望到大廈嘅會所平台嘅。旁邊係廚房，同樣四四正正。其實成個單位嘅感覺都有啲似舊樓嘅開積㗎，都幾實用。呢度就會有曲尺型嘅工作台面啦，咁上下都有櫥櫃嘅，咁收納空間都係充足。不過見到都有好明顯嘅使用痕跡嘅，咁見到業主都有留低咗啲家電喺度啦。不過呢個蒸焗爐就有啲大啦，佔據咗工作台面嘅一定位置，令到備餐空間都少咗。最後睇埋浴室，係明設浴缸，冇咩特別，但係見到收納空間都充足嘅。業主喺2011年以大約480萬買入單位，如果成功以23,000蚊租出嘅話，喺未扣除管理費之前，租金回報率係高達5厘㗎，高過大市嘅水平。代理就話達龍名居而家有大概2個嘅放租盤，不過由於大廈無論喺買賣抑或租務成交都唔活躍，所以價錢都未必能夠準確反映市況。要知道業主有冇叫高度，唯有參考樓齡同規模同達龍名居相近嘅普頓台，兩棟大廈相距大概4分鐘嘅步程。普頓台由長實發展2003年入伙，提供156伙兩房單位，同樣都係480幾尺。參考我哋28House 嘅網站，佢嘅租務成交就相對活躍啲啦。今年3月，一個中層單位同樣望到海景，就以25,000蚊租出，尺租大概係51蚊，都同我哋啱啱睇達龍名居嘅租盤差唔多。不過都要留意啦，兩者所在嘅位置係有唔同，景觀會有差別。而且普頓台行去西營盤站就只係需要2分鐘嘅路程，而達龍名居就比較近上環站啊，而且去西港城一帶都係大概3分鐘就到，所以係有分別。
咁至於買賣盤方面咧，達龍名居而家就有大概3個嘅放盤，咁叫價由900萬去到960萬。咁另外都要留意，達龍名居係不設車位嘅。嗱，今日大家睇完2個租盤之後，又覺得點樣呢？都喺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，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嗱，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啦。